有一个几乎发生在所有人身上的真相，那就是原生家庭中的失败和不幸，在未来大概率会在下一代和下一代所组建的新生家庭中延续。但是我们不想不快乐地重复着曾经原生家庭的生活，不想用父母曾经吵架时的口吻和自己的伴侣吵架，不想用父母曾经挖苦我们的言辞去讽刺自己的孩子，不想再继续带着原生家庭给我们注入的这些潜意识里的缺陷和性格的弱点，在业力控制之下无意识的不自由地活着。如果你家有小孩，那么我怀着非常强烈的心情，希望你能看完这条视频。我想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很多父母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被孩子记恨一生，那就是你家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一定要小心他的业力系统所记录的画面。从他生下来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他的大脑就开始自动记录了，任何的画面、场景、互动都会被记录储存起来，记录储存的多了，就形成了属于他的一种强大的倾向和力量，这就是他的业力系统。如果他经历的负面的事情太多，记录的负面的画面太多，形成了负面的业力系统，他就很难再对你产生感情了。他一生都会抱怨你，记恨你，甚至能到看到你就反感，看到你就讨厌的程度。他积累了几十年形成的业力系统会非常非常强大顽固。此时你在想改变你的孩子，想挽回他，让他对你产生亲情，让他孝顺，比登天还困难。孩子小的时候，他很弱小，你很强壮，你一定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口意，指责他，打骂他，冷落他，忽视他。你完全不知道他的业力系统会悄悄地把每一个画面都记录下来。等他长大了，他变得很强壮了，你变得很虚弱了，恶果就来了。他积累了几十年形成的负面业力系统，会迫使他不受控制的打心底里讨厌你，不想跟你多说一句话，甚至跟任何人都不想打交道，整个人变得非常颓废，非常封闭，到最后完全变成一个社会废物或者社会危害。我要强调一下，我不是在危言耸听，只要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只要你管不住自己的身口意，制造太多负面画面，被孩子业力系统记录，就一定会导致你作为原生家庭给他造成的严重后果。除非这个孩子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重新格式化他的业力系统，否则你的中晚年会一直遭受他的冷漠记恨。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你的父母暴躁，那你也多半性子急，或者会找到一个暴躁的人在一起。你的焦虑、抑郁、限制信念、金钱匮乏或许都来自于你的父母、祖父母或者其他亲戚。这个其实在玄学中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家族业力。很多人发现自己长大后传承了父母的陋习，或者在他们不正确的教育下变成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个时候他们会把所有的不幸都推给原生家庭。人的命运在你神识入胎开始
就会集合你前世的全部因缘业力，今生父母的血脉，众姓父母各自因果，各自家族善恶共同孕育，然后形成自己的先天元辰。我们的语言、行为、念头都具有能量，所有的身语意行为发生之后，都会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留下看不见的痕迹，即业力。正是这种力量推动着我们的生命。业力是一个中性词，没有好坏，业力是一种习性，非常不容易被察觉的惯性力量。业力分为个人业力、家族业力、集体共业。个人业力和家族业力是以祖先血脉、业力线的脉络相承接的。家族的业力主要来自父系和母系两个家族，在层层往上追溯到更古老的祖先。比方说人类起源，第一个人类的出现，如果再往上可以追溯到宇宙起源，也就是宇宙家族。说到这里，人类集体工业、人类集体潜意识这个概念就不难理解了。以此可见，我们的家族记忆是非常之庞大的。佛家讲因果，道家讲承父，家族业力则是承父的体现。善业在往上升腾，就成了气运，也就是运气。国有国运，个体有个运，而家族有整个家族的运势，也就是整体能量的脉络走势。宇宙会依据宇宙的基本法则，也就是道，比方说整体法则、平衡法则、序位法则等，对每一个能量存在进行能量评估和更新。个体被交织在一张巨大的业力网里，与整个家族的业力是相互联动的。家族业力会以祖先血脉的形式，通过父母传承到自己身上。我们身上的很多情绪、记忆、模式、能量，不知道来自多少代的家族业力。或许每个人都轻视了家族业力的强大与可怕。每个人的现状都是由长长的数不清的因果链编织造成的。因果链产生的蝴蝶效应可以往上追溯到家族好几代人，从子女、自己、爱人、兄弟姐妹、父母、叔叔、伯伯、姑姑，到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一脉相承。这种无形的力量就是家族业力。所有人的命运都是被家族业力推动和牵引着的。家族业力可能会成就你，比如别人一生的努力拼不过你家3代人的接力，别人拼搏一辈子可能只是你的起点。反过来，家族业力可能会束缚、局限、裹挟你。有些人他怎么都看不见，突破不了家族业力的业障监狱，一生平平庸庸、清贫苦寒。那么你知道家族业力是怎么流传给下一代的吗？就是通过基因、家风、观念、氛围、记忆、气数、性格、磁场、风水、功德等元素形成的无形的因果链。人是环境的产物，你出生生活在这样的家族环境里，就一定被这个家族的磁场、气、因果链所影响和塑造。你的身口意的反应模式，
你做的任何的选择和决定，都有家族业力的成分。你不妨觉察一下你的家族，尤其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伯伯、姑姑，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好不好？他们有没有做过有功德福报的事业？他们身上的气，家庭氛围的气，正不正，顺不顺，足不足，灵不灵？他们是智慧有爱的，还是无名于迷，自私自利的？周易里面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3代人都看书行善，积累功德福报，必出一个大富大贵、大德大善之人。而3代人都无名于迷，自私自利，必出一个大苦大恶、大灾大难之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对自己家族业力有一个清晰的觉察。如果家族业力很正很旺你，那你就在这个家族里好好发展和传承。那如果说家族业力很黑暗、很邪恶、很好你，那你就早早出走，去链接家族外真善美的高尚之人，让家族业力到你为止，停止流转给下一代。只有摆脱了家族业力，一个人的潜能才能真正打开。什么是家族业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荣格所讲的集体潜意识，或者也可以更粗暴地理解为代际相传的伤害，能被一代一代继承下来的，不是只有看得见的财产和债务，还有那些看不见的爱与伤害。虽然我不喜欢提原生家庭这个词，但是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世界观，他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一种积极勇敢的、乐观的态度，还是一种消极恐惧的、收缩的状态。一部分由基因决定，另一部分则基于18岁以前的成长环境。在这段时光中，父母对你的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上的影响至关重要。他们塑造了你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期待，同时也决定了你认识这个世界的角度。也就是说，你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就是你的原生家庭塑造出来的。父母约等于世界这个潜意识，如果不经觉察，将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所以恨父母的人也一定会憎恨这个世界，因为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家庭环境是无法改变的。就像父母会忍不住拿我们跟别人家孩子比一样，我们也会忍不住拿自己的父母和别人家父母比，而且只和好的比。这样一对比，你就会觉得自己好不幸，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你好不公平。那么憎恨世界的世界观也就在这里悄悄形成了。当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时候是一种怨恨的态度时，那么他就会对出现在自己人生当中的所有人事物做出消极的预判。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思维定式，也就是说，对过去经验的理解和态度会影响着一个人对未来尚未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也是为什么你总觉得自己不行，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原因之一。表面上看，是因为从小被父母打压否定所导致的，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你心中对世界的怨恨造成的。因为你总是怨恨这个世界，总是觉得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那么你必然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不会支持你，它就是会和你作对，你想做的事情它就是会想尽办法地阻碍你。一旦你的心中产生了这样的潜意识，那么每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注意力都很难集中在单纯的把事情做好上，而是会忍不住的去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试探这个世界对你的态度。每当你遇到一点点困难和挫折时，你都会把它解释为这个世界不会支持我的，它总是会想尽办法地阻碍我。于是你就会脱口而出这样一句话：我说了我不行的。实际上你想说的并不是我不行，而是这个世界不支持我，不爱我，只是你觉得这样说太矫情了，于是就变成了对自己的攻击。发现了吗？你并没有认真的做事，而是在千方百计地验证我不被世界所爱这个人设。你一直在为我憎恨这个世界的潜意识寻找证据，你这一辈子都在证明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遇到困难会越挫越勇，而有的人遇到一点点阻碍就会放弃的原因。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不同，前者认为做事情就是解决问题，所以他们会轻装上阵，而后者认为遇到问题是因为这个世界不支持自己，不爱自己，所以他们往往表现为情绪化、急躁、拖延、没动力，能量全用来内耗了，根本没有力量去解决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人生往往很不如意，而他们对这些不如意又无能为力，所以会积累更多的怨气。那这些怨气要怎么解决？这些怨气往往会被孩子的不听话引爆，这是这些父母能够名正言顺地发火、发泄情绪还不被打的唯一的理由。所以孩子贪玩一点、粗心一点、打翻牛奶这些事情，在这些父母那里都会成为天大的事。他们借着教育孩子的名头，语言暴力，甚至大打出手。孩子贪玩本来是极其正常的一件事情，就像父母们上班也总摸鱼一样，但是这些父母会无限放大这些事情，他们的目的早已经不是单纯的教育了，而是情绪上头的发泄。于是仇恨和怨气就遗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如果没有觉知，同样的人生将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继续重演，这就是家族业力。今天这个影片不是希望大家又去增加对自己父母的怨恨，那违背了我的初衷。我希望每个人都明白，活在这个家族业力的轮回当中，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你觉知不到，那么这个家族业力就会像是一个接力棒一样，而你会顺着本能去接收它并传递它。而如果你能觉知到，能够从更高维度去审视你的思维方式，去了解自己父母的成长经历，看见并理解你们祖上每代人的伤痛，那么你就可以终结这个业力，甚至成为改变你们家族命运的人。一个人最大的福报就是让原生家庭的业力传承在自己这一代被彻底切断。
物质的匮乏可以摧毁一个人一生的尊严，而精神的匮乏却可以耗尽几世的轮回。在原生家庭和成长环境中，最大的伤害其实是来自于父母的思维缺陷、认知匮乏、精神匮乏、见识短浅等等。他们会把不安全感和匮乏感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形成整个家族的集体潜意识，心理学上叫做习性，而道家把这称之为业力。比如一个充满了焦虑感的母亲背后一定站着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他们普遍会对外界感到恐惧，感到害怕，感到自卑。我发现大部分人进入社会初期，都是在用父母传承下来的经验去处理问题，那么最终世界观、价值观都会被无情地碾压。所以，其实贫穷的本质在上一代就已经埋下了根。所以，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一个清醒且有力量的人，这个家庭想要翻身，想要逆袭，比登天不会容易多少。所以改变命运最好的方式，或者说改变命运的第一步，其实不是创业，而是彻底摆脱原生家庭的羁绊。也就是说，如果你身边只有一扇门，那你就要先过去，再回头伸手拉你的家人，不然一堆人挤在门口，谁都别想过去。一个家族当中的各个角色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业力的纠缠场，或者报恩，或者抱怨。你要相信，这不是随机组合的，而是各自选择了这个特定的道场。祖辈、父母、伴侣、孩子一定是福业相当，而且用各种方式相互度化。在组局之前，每个人都清楚地看过了这一生的剧本，也知道了这一生的任务就是借助外在的人事物来觉悟，借假修真。他也下定了决心，要突破自己以前没有完成的课题，不再受轮回的苦。但是大部分人迷了，忘了。所以这个家族当中要发生各种事情，一同经历的事情，我们称为家族共业。在共业纠缠当中，让你照见自己内在没有完成的课题障碍，比如恐惧、傲慢、嗔怒、多疑、控制、患得患失等小我的一系列反应，目的就是想让你打磨掉这些垢点、污点、残缺点，打磨以后才会更光亮圆满，而不是让你上前继续纠缠抗拒，如实的关照即可。每个人的使命都要觉醒，觉醒有两条路，要么大根基，要么大福报大磨难。一个家族里面一般先由一个人醒来，这个人一定是善良的、重情义的，没有这两个点，宇宙不会让你醒来。因为善良合乎大道，随时可能合道，开启智慧，明心见性。重情义的人一般情执较重，如果薄情寡义，就不会太在乎家庭成员，跟家族的链接就不会紧密。就像很多人从来不跟父母链接，就像很多人只顾自己，这个福报就有问题了。正是因为你的善良重情义，所以家庭有风吹草动变故，你都会有反应。比如因为剧情的需要，引发了一系列的情绪反应，悲伤、难过、恐惧、患得患失等等。你记住，这些就是磨刀石，
他是来磨你的，来度你的，来试图唤醒你的，借此从原路返回醒过来。如果你好好的把握机缘，一件事就可能醒悟。那把握不好呢，类似的事儿可能的多发生几次，或者多发生几世。觉悟的地方大多在一个情字，有可能是亲情或者爱情，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只是情字的比重比较大。一定要记住，顿悟不难，只在一念间。发生任何事情，首先停止抱怨外在，要回去觉察，看到自己内在的那些爱抗拒、计较、恐惧、贪婪的小我，这是一种颠倒。想要觉醒呢，反者道之动，就要颠倒回去。比如把宽容、不计较、奉献、爱付出落于行动当中，坚持去做，然后你会发现生活开始改观，逐步就在做中去体会到，原来一切都是陪练。我是本源，我可以创造幸福，我才是自己的救世主。这基本上就表示你要醒来了。一旦醒来，能量会迅速提升。家庭之间是共业纠缠，所以家族里的一些觉悟高的、内在认知障碍少的，也会逐步被你的能量给震醒。那心态、身体诸多方面都会旧貌换新颜，身体不好的开始身体好了，情绪不好的开始情绪好了。往大了说，天地都会跟着你醒来。很多人痛苦难受，不要逃避，不要害怕，这是良机，是通往觉悟大门的钥匙，可以让你找回使命。拳拳名利不是使命，那是沿途的风景。与觉醒相比，如尘埃比太阳，期待你早日醒来。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终止家族业力。愿你走向丰盛与富足，迈向自由与光明的未来。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